点正式出发，我们要回程了。今天天气超级好，再见了无缘的阿嬷。在尼泊尔的第24天，终于可以脱口说出离家不远了。今天是下车的日子，一大早的天气格外的晴朗，湛蓝的天空仅有几朵洁白的云朵在空中。我回头看了阿玛达布兰最后一眼，不舍得与他以及第二营地道别。Down? Yeah. 回程的路并不轻松，垂直的向下，深不见底。Oh, too scary. ，Go more below. More below. More down. 加上覆盖在岩壁上、路径上白皑皑的雪，看不太到踩点之外，也非常的滑。向导说这种状况穿不穿冰爪都差不多，虽然后续我认为穿上应该会好一些，至少不那么的滑。好可怕！Oh, my legs are not long enough. Come on, come on. Yes. You made it, you made it. Come on. Crampon lo no. So this kind of snow, Yes. not good even for the using a crampons. Yeah. Not good even for the boots. Yeah. So. Yeah. There. You don't need to lock them. Okay. Just go. Be careful, huh? Left. 这边垂降到一半，要转进左边的沟，但岩壁实在太滑了，也因为身后的重装，我好像被一直往外带。虽然知道不会有风险，但当下还是相当惊慌，加上戴着手套抓绳子实在是很滑，一惊慌就会乱使力。回来看影片，真觉得自己很好笑，像个无经验的新手似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海拔5000过后，脑袋也变得钝钝的。事后回头看，都有许多当下可以做得更好的事。Slowly change. No. Yes. There. No, I don't have enough strength. Take a long breath. Okay. I don't have enough strength for the backpack. Slowly, yes. Place your feet. Press 150. Yeah. Too slippery. Look at here right now. I'll make a good shot. This is maybe not the right time to take a photo. Okay.
Just slowly, okay? Use your hand hold, foot hold. Use your climbing skill here. Quite slippery. Yeah. Pull a little bit down. Yes. Yeah. Stepping off. But I think it's too slippery. I will slip. I think there is a very good hand hold. Don't worry.云雾常在山间聚散变换，不知不觉间天色又暗了。原本清晰可见的山景被吞没在这片雾气中。沃伦跟向导早已经看不见，确保链跟下降器不停地交换使用，一关过着一关，手套也早已被雪浸湿。心里想着，反正就快到营地了，冰冷的手就这样先将就着，暗自祈祷，转个弯就可以快点看到 C1 的黄色帐篷。回想过往的8年来所走过的登山行程中，也曾经经历不少这样煎熬的时刻，仿佛只剩下身体这个躯壳在移动。虽然步伐沉重缓慢，却不曾放弃，不曾停下脚步。到C1了，这段完就剩走路了，10步区就接回普通步道，吓死我了。山就像一把隐形的钝刀，磨掉我的浮躁与脆弱，剩下的呢，就是意志与坚持。到了，回到人间了。今天到目前为止8个小时半。回到人间了，4500，没有什么比4500更舒服的了。终于是在下午3点多回到营地了，还不可置信，我们已经回到人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回到人间的第一餐，Warren 点了蔬菜咖喱跟烤饼咖喱之类的，类似印度菜哦，看起来蛮赞的，而且不辣OK。天气真好，今天我们要离开 BC 了，要回到 Namche， 明天就回卢卡拉。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在这里待了25、6天。哇，要跟这些高山说再见了，好漂亮哦。Armada Blanc 的 Expedition 无疑是这30年来的人生旅程中最艰难也最深刻的一个。在出发前，我把装备跟药物准备妥当，无数次的想象过又回到高海拔会是多么的冷，多么的不舒适。但再次回到5、6千米，身临其境又是另外一回事。头的胀痛，精神的疲惫，身体的日渐虚弱，都是真实。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很难口述，在近6千米的3个夜晚是怎么度过的。勉强入睡跟被迫清醒是同等的折磨，也说不上多剧烈的痛苦。真要说，大概像是慢火煨煮的糖果吧，不知不觉中煎熬的只剩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庆幸能靠着双脚走到Armada Blanc的 C2， 以最近的距离看看阿嬷那坚挺、那锋利的轮廓。永远不会忘记在6千米的悬崖边看着那最闪耀的日落。在惊鸿烈焰退去之后，太阳缓缓地沉入雪山过后，山头仿佛刷上一层淡蓝粉色，在群山之间悄然地铺展。没有风的时候，山谷是多么的安静，一颗落石的声音，努力跳动的心跳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在大自然中感到自己多渺小，活着就变得相对单纯而绝对。接受想象中的美好，
同时也接受那些不在预期中的失控。许多的改变跟适应，都是在接受之后逐渐塑形，重新适应既有的却不再相同的一切。每次都是在打破自我碎片中，重新拼凑出完整的一张脸。登山是为了看山上的美景，但大多时候都在考验着我们，成为一个更稳、更静，也更有力量的人。那些我们曾经只靠意志力成过的路途，最后都会变成心智的养分。感谢大家收看阿妈大不懒系列，可以吃到不可以缺席，我们下周见。